概括成一块整体的前面和侧面，然后是两侧的膝盖概括成一个面，这一个面呢微微的朝下，斜朝前下方，然后在肩部的中央找一个圆形，从这个圆形接起来的就是它的颈部，这个颈部的前面是拉伸的，后面是压缩的，所以就构成了一个这样的形状。先来判断一下它肩部的倾斜度和方向，在这里画，它的肩部呢大概是这么一个倾斜度，先来画成一个四边形，顺着这个四边形往下，先从前面这个点往下，在这个形体当中呢，它越往下，它就越往后走，所以要注意它的朝向。还有就是越往下它越窄，它有收窄的这个趋势。然后呢，我们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形状。继续再往下，我先把这块接起来，然后这里和这里，注意这个部分它有扭转了，上面是这个方向，下面呢是这个方向，收窄一点。和上面这个体块相比呢，再往下接的这一块呢，它更往后倾斜了。再往下臀胯部体块，然后两个腿概括起来，概括成一块，它整体的前面和侧面，然后是两侧的膝盖概括成一个面，这一个面呢微微的朝下，斜朝前下方，然后是小腿和脚，这里是足跟，我们把两侧的足跟呢都概括在一起，稍微的进行一点小调整。然后我们在肩部这个形状的左右两侧，分别画两个球作为肩，对着这个球呢，我们画一下手臂，这个是伸直的手臂，我们把它概括成一个形状。然后这一侧的上臂呢是伸直的，前臂呢是往前伸，并且呢微微的向下倾斜。然后这个是手部，然后在肩部的中央找一个圆形，从这个圆形接起来的就是它的颈部，这个颈部的前面是拉伸的，后面是压缩的，所以就构成了一个这样的形状。然后它的头部啊微微的往上抬，并且呢又在往右侧偏转，所以呢它的方向应该是这样。然后根据它的额头以及眼部的连线，还有下颌，大概判断出这个头部横向的趋势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这个人物比较概括的这种体块。然后在这个体块中呢，哪一些地方是体现它透视的呢？我来看一下，先看下面的这个部分，因为这个部分的透视比较统一。先来看这个点和这个点，它的连线，然后两个胯部的点，这两个点的连线，还有膝盖上面和下边这两个点的连线，以及两个足跟的连线。左右相对称的点，它们的连线就是这个体块的透视线。这个部分它透视比较统一，它对称点的连线就比较平行。那么相平行的线最终就结束在一个小视点。然后它的肩部和下面这个部分呢不在一个透视里，因为它转了，旋转了。在这个角度看上去呢，它两个肩的连线比较接近于平行。然后头部呢又是另一个方向，在另一个方向里，它也有它的这个透视朝向。在这个方块中，它的同方向的线都去向这一个小视点就可以了。在这个人体中呢，头是一个方向，然后下半部分是一个方向，肩是一个方向，整个人体中大概有这么3个方向。来看一下中线。我们在观察人体透视的时候，把它概括成体块是非常必要的。然后在这个人体的体块中，中线也是不可或缺的，因为要根据中线去判断左右两侧相对称的点。因为判断对称呢，是以中线为基准，左边和右边一样的点啊，它们和中线的距离一样，它们的形状一样，它们的位置一样，就可以判断为这个是比较相对称的。